欢迎大家来到 Pony 聊天时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。对，就是北京旅游。对，很多第一次来中国的朋友，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北京。没错，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也是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。而且啊，北京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，如果你来北京旅游，有哪些地方一定要去，要怎么安排，吃什么，还有一些你在北京可以用到的中文。哎，小夏，你刚刚说首都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首都就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，政府在那儿工作。比如中国的首都是北京。哦，那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，对吗？完全正确。小夏，你去过北京很多次吧？对，我去过5、6次了吧。北京的四季都不一样，每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觉。哇，那如果是第一次去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去最好？我觉得秋天最好。北京的秋天不冷不热，天气很好，天空特别蓝。对，还有北京的秋天有很多树叶变黄，拍照很好看。那我们先来聊聊北京最有名的地方吧。好啊，我知道，第一个一定是长城。没错，长城是北京最有名的地方，也是中国最有名的景点之一。对，我记得有一句话说，不到长城非好汉。对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没有去过长城，就不算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。哈哈，那我上次去过一次，我算好汉了吗？算，麦麦是北京好汉。好啦，刚才我们说了长城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地方是故宫，对吧？对，故宫。小夏，我上次去北京的时候，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故宫。哈哈，我也是。故宫真的太漂亮了，红色的墙，金色的屋顶，一进去就感觉到了中国的历史。对，而且里面真的太大了，我那天走了快1整天，脚都走酸了。对，故宫真的很大。其实以前那是皇帝住的地方。哇，那怪不得那么漂亮。哎，小夏，你刚刚说皇帝是什么意思？皇帝就是以前中国最有权力的人，他是国家的领导人。比如很久以前的明朝、清朝都有皇帝。哦，那朝是什么意思呢？朝就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段，比如明朝是一个朝代，清朝也是。明白了，那故宫就是以前皇帝的家，对吧？对的。故宫外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地方，对吧？有一面特别大的红旗。对，那就是天安门广场。啊，我知道，那儿每天早上都有升旗仪式，对吗？对，每天早上很多人会去看升旗仪式。那天我也去看了，天还没亮就有很多人排队。对，北京的早晨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，非常有中国的感觉。那天我看完升旗，还去了一个很漂亮的公园，叫北海公园。哦，我也很喜欢北海，那儿有一个白色的塔，还有湖，可以划船。对，我记得我在湖上划船的时候，风特别舒服。那时候是夏天吧？对，北京的夏天虽然有点热，但是在湖边真的很凉快。是啊，而且北海公园里有很多老北京人，他们喜欢在那里散步、打太极、练歌。对，我还看到有很多人在跳舞。我觉得北京的公园特别有生活的气息。对，在北京，你可以看到老年人早上在公园里运动，也可以看到年轻人拿着咖啡坐在湖边聊天。哈哈，我上次在公园里还看到一个爷爷在放风筝。放风筝也特别有北京的味道。我觉得北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既很古老又很现代。对，你去完故宫，再去三里屯或者国贸，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。
对，一个是有古老的房子，一个是高高的现代大楼。我记得晚上在北京走在街上，看着亮亮的灯，真的很漂亮。是啊，北京的夜景也很有名。哇，我们刚刚聊了好多地方，长城、故宫、天安门、北海公园。对，而且北京不只是这些地方，还有很多好吃的。哈哈，我就等你说这句呢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北京的吃的。北京除了好玩的地方多，好吃的也特别多。对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烤鸭。对，北京烤鸭是一定要吃的。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？记得呀，那时候我在全聚德，服务员把一只烤得金黄色的鸭子推出来，闻到味道我就饿了。哈哈，那确实很香。北京烤鸭最特别的就是那一层皮，又脆又香。对，他们会把烤鸭切成很薄的一片一片的，然后配上薄饼、黄瓜、葱，还有甜面酱一起吃。对，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吃都会觉得很有趣，因为这种吃法有点像自己包起来吃的。小夏，薄饼是什么？薄饼就是很薄很软的饼，用来包东西吃的。比如北京烤鸭就要用薄饼。哦，那甜面酱呢？甜面酱是一种酱，有点甜，有点咸，是用面粉做的。哇，听起来就好吃。除了烤鸭，北京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小吃——炸酱面。对对对，炸酱面我也超喜欢。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面条上放炸酱，还有很多蔬菜。我记得那个酱味道特别香，有一点咸咸的，还有一点甜。对，而且每家做的味道都有一点不一样。北京人特别喜欢吃面。我记得那天在北京吃炸酱面的时候，旁边坐着一个老北京爷爷，他还教我怎么拌面。哈哈，是吧？他们都会说得拌匀点儿。对对对，拌匀是什么意思？拌匀就是把面条和酱、菜都混在一起，让味道一样。哦，所以那样吃更好吃。除了烤鸭和炸酱面，我还推荐一个东西——豆汁儿。哈哈，那个我知道，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喝都不太喜欢。对，豆汁是北京传统的饮料，用绿豆做的，有一点酸，有一点特别的味道。我第一次喝的时候，感觉有点像酸豆奶。哈哈，很多人第一次都这么说。但我觉得多喝几次就习惯了。对，北京人早上喜欢喝豆汁儿，配焦圈吃。北京的早餐真的好多样啊，除了豆汁儿，还有包子、油条、豆浆。对，而且北京的早点摊特别多，早上7、8点，路边全是香味。哈哈，我记得我那时候住在胡同里，每天早上都能闻到油条的味道。那真是很有北京味儿了。好啦，刚刚我们聊完了北京的美食，现在来说说在北京怎么走，怎么出行吧。对，这个特别重要，因为北京真的太大了。对啊，第一次去北京的人最容易迷路。哈哈，对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光是地铁就让我头晕。出行这个词其实就是出去走走的意思，比如旅游出行、春节出行。哦，就是去别的地方，对吗？我记得北京的地铁特别方便，但是也特别多。对，北京现在有20多条地铁线，每一条都能到不同的地方。我第一次看地铁地图的时候都傻眼了，哈哈。对，不过其实你只要看颜色就可以，比如2号线是蓝色，1号线是红色。对对对，而且地铁上还有中文和英文的报站，非常贴心。对，所以即使你是外国朋友，坐地铁也不会太难。除了地铁，打车也很方便。对，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打车，比如用滴滴出行。对对，我第一次用滴滴的时候，还觉得好神奇，只要在手机上点一下，就有车来了。哈哈，对，北京的司机都
特别熟路，他们很会找最快的路线。但是有时候北京的路上会堵车，对吗？对，北京的交通有时候挺堵的，特别是早上和晚上。那个时间叫上下班高峰期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在北京最方便的其实还是坐地铁，又快又便宜，也不会堵车。对，如果你想去景点，比如天安门、王府井、南锣鼓巷，都有地铁能到。王府井我去过，那边有好多商店，还有好吃的小吃。对，王府井是北京人和游客都喜欢去的地方，白天可以逛商场，晚上可以吃夜市。我记得我那天吃了糖葫芦，哈哈，糖葫芦是北京冬天最甜的味道。小夏，我发现北京的冬天真的好冷，但是街上总是很热闹。对，北京人不怕冷，冬天喝热茶、吃火锅，走在雪里也挺浪漫的。哈哈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北方的雪，就是在北京。是吧？北京下雪的时候，故宫、长城、胡同都变得特别漂亮。对，真的像一幅画。我觉得北京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，你去一次，会想再去第二次。对，每次去都会有新的发现。有人说北京有过去的味道，也有未来的样子。哇，这句话真好听。哈哈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对，大家如果来中国旅游，一定要来北京看看。你可以去爬长城、逛故宫、吃烤鸭、喝豆汁儿、坐地铁、看雪。哈哈，听起来就像一场很棒的旅行。好啦，今天的 Pony 聊天时间就到这里。我是麦麦，我是小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